大家好，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朋友冬天的菜呢还没有采收完呢。虽然这几天呢白天的气温已经上升不少了，但日夜温差依旧相当大目前看来呢，这些结球莴苣长得还不错啦。不过呢，一旁有遮阳效果的波士顿莴苣明显细嫩许多了。为了顺利将这波的菜呢完美收场呢，于是呢来做个防晒设施啊。通常为了降低日照，提高菜的细嫩程度有些菜呢本来就会采用高密度种植，或是盖上黑网因为黑色网子的密度呢会比绿色的网子高啊，对于遮阳的效果也比较好啊。而覆盖网子的方法呢，很多人会习惯一到傍晚又把网子掀开了，方便让蔬菜可以享用晚上湿凉的露水啊。但是一早呢就又把网子盖上这对于作息无法配合的人呢，实在是一件困扰的事啦。而在学习理化或自然科学时呢，总觉得派不上用场但是实务上呢，大家却时常使用而不自知而已啦。这可能跟课本里面举的例子呢不够实际有关啦。当年大家还在学光的直径性时呢，用的例子就是针孔成像也因为光是直径的，所以才会有影子。而在古代就被拿来使用的方式就是日晷嘛，拿来帮助判断时间啊。现在呢，则是想利用网子白天可以挡住光线前进的方向晚上呢也不用进行掀网的方式仍然可以享受到露水了。至于搭设的方向呢，则只需观察太阳的走向其实这个方法就跟下雨时撑伞的道理是一样的。下雨时呢，因为时常会伴随着风嘛，所以呢很自然的大家雨伞就会拿斜的啦。除了避免淋湿外呢，也避免掉雨伞开花的命运啊。这样的例子呢，应该浅显易懂，也比较亲民一点吧。或许是太多人时常会觉得学非所用了，所以现在的课本呢，提供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生活素养题但对于生活经验或是日常需求不多的学生而言呢，硬要举例很容易就会变成呢侮辱学生的智商因为这种简易遮阳的方法呢，搭起来没什么技术可言但却简单实用也就让大家自行观看过程了，算是浅显易懂不用额外再进行说明了。而虽然感觉应该换季种植的个人也是有进行育苗啦。不过呢，现在天气仍不稳定据新闻说呢，台湾星期一还有下雪的机会啦。为了避免误导，跟着辛苦的方式种植暂时仍以设施布置为主啦。网子进行微调后呢，就只剩角落一两颗仍有日照不过呢，这只是在这时间会有日照啦。当太阳继续偏移后呢，就会进入阴凉的位置了。而会这样做的原因呢，看到不耐热的波士顿莴苣躲在阴凉处呢，仍可顺利生长外，还非常细嫩也跟这些天呢，在实践一个梦想与实验有关就是让冬天的菜呢，看能否延续到5月份开始调整一些设施后呢，感觉可行的机会越来越大了。如果有兴趣一起追梦欢迎您继续看下去而这几颗结球莴苣呢，刚好可以留作对照组最后有一件事情得特别注意就是搭设遮阳网之前呢，要把取水的便利性考虑进去个人这算是随处都可方便取水
但还是得多走2-3步之遥啊，有点违反能不走就不走的原则啦。总之，别搭完之后呢，还得绕路或翻开网子才能进行浇水啦。会觉得我这样很懒吗？让你看一下墙外直接用沉水式马达抽水漫淹啦。若不是觉得种菜这样做呢比较有乐趣家里的现成沉水式马达呢就不会被我搁置在一旁了。谢谢收看。